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物件啊，我把它称作惊喜蛋。为什么它是惊喜蛋呢？因为它打开里面就有惊喜。好，那你如果对这个档案有兴趣的，你可以到底下的连结去下载。好，那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呢，绝对是有惊喜的。那这个原设计呢，蛮有趣的。它把蛋里面呢做一个别的东西把它塞进去。那它的这边的设计呢也蛮厉害的，它这个是铰链结构，完全是一体成型印出来，印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好，那我觉得呢这个物件它算是中间的等级的，它不算是很困难，但也不是说非常容易的。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我等一下来一一的跟各位来解释。好的，原设计它是建议使用40%的填充密度去列印这些物件。那我除了这台车以外，这台车是用40%去列印，其他呢我都是用10%列印因为我想要节省一点时间跟材料。那试起来的效果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是把它这一整个物件放大 1.5 倍来做列印。因为我一开始在尝试的时候发现这台车不太好去移动好几次都是把它这个升降台给弄断掉所以我让它放大，那效果是不错的也是一次成功。那列印这个东西呢的重点，我觉得它的重点在于说你不能去开支撑材你如果开了支撑材呢，它这些结构比如说铰链结构或是旋转结构，它可能都会糊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它，因为它在内部的。那另外，如果除了内部以外呢，外部有很多地方你可能也很难去做处理，可能要耗费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可是如果不用支撑材的话，有些物件它是悬空的呢？对，没有错，它是悬空的，但不打紧，因为它悬空的距离不会说太远，所以勉强来讲，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勉强来讲呢，虽然它这里有垂料的情形，但是呢，它整体来讲还是印得出来的。以整体来看的话，它是不明显的没什么影响，所以呢，不开支撑材呢是比较好做列印的。像这个蛋也是它这内部这里也是没有开支撑材，但是虽然说不太美观，但是因为它在内部没有关系，它一样没有影响到组合，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好的，我把这个物件呢放大 1.5 倍之后呢，都是一次列印成功了，除了这颗蛋因为在切片软体上呢是它有一点状况的它就直接停在这里就不动了。那我重新切片之后呢就一次完成，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大之后呢，相对的成功机会会变高。那另外呢，我在它的蛋外面做一点小创意把它彩绘一点，把它看起来像恐龙蛋一样所以这颗是一个惊喜恐龙蛋。